为我们啊，感谢感谢啊！但是在现场，我们将汇聚爱心的力量。咱们今天不开玩笑，不讲段子，咱们得聊聊11月28号这天，聊聊咱们香港大埔发生这件令人心碎的大事。你们要是看了新闻画面就知道那个惨呀！那天下午呢，大埔那边是浓烟滚滚，警笛声响了一整天。到了下午，保安局、消防处、警务处联合开了个传媒见面会。我当时就盯着直播看啊，这保安局局长走出来的时候啊，那个脸色啊，真不是我夸张，那是一种沉重到极点的凝重。咱平时看邓局长那都是精神抖擞啊，但是这回呢，他开口的声音都带着沙哑。他宣布了一个数字，这不仅仅是数字呀，这是人命，128人没了。咱们细琢磨琢磨这个数，108具遗体是现场抬出来的，还有4个呢是送医院没抢救过来。最让人心里面难受的是啥？还有16具遗体那是烧焦了，还在那个大厦里头没弄出来。而且邓局长也说了，那话听着都让人心惊肉跳。他说不排除以后警察进去搜证的时候还能发现新的遗体。我的天哪，128个家庭啊，就在这一瞬间支离破碎。那咱们作为旁观者看着都揪心，更别提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了。咱们全中国关心这个事儿的人啊，现在心里头啊也都是举港同悲，都是沉甸甸的。这老话说的没错，这火一起来啊，能看到咱们的消防员兄弟啊，那是真玩命啊，那是连日连夜的往这个火场里冲啊。还有咱们的警察、政府各个部门，那真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咱得给特区政府点个赞，这个反应速度啊，这个力度啊，没得黑啊。特区政府搞了个大埔红福院援助基金，社会各界是自发的捐款，已经有5个亿港币了。那再加上政府自己掏腰包拿出来的3个亿啊，总共8个亿。这8个亿不是放在那儿好看的，这政府说了，每位遇难者的家庭发20万慰问金，每户受灾的老百姓发5万生活津贴。咱们实打实的说，这钱能换回人命吗？换不回。但是这对于那些家都被烧没了、亲人也没了的人来说，这20万、5万，那就是接下来活下去的一口饭，就是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是政府和社会告诉他们，别怕，咱们没有抛弃你们。那这本来是一件多么温暖的事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香港社会的底色、团结和互助。但是啊，注意啊，我又要说但是了。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啊，就在全社会都想伸手拉一把的时候，偏偏就有这么一帮子人啊，那个心哦，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肉长的。他们干啥呢？他们在造谣，他们在传闲话，他们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哎呦，我就奇了怪了哦，这帮人是不是闲得慌啊？还是心里头阴暗的见不得光啊？从昨天开始啊，这个网上就冒出来一堆假消息，那叫一个杀伤力巨大。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咱们保安局局长、民情局局长都不得不出来辟谣。为啥？因为有人在这个网上瞎说什么？哎呀，这个政府不管灾民了，住宿要自己掏钱了，住一晚酒店那都是天价呀，灾民要破产了。咱们用脚趾头想想，这可能吗？这么大的灾难，政府能让老百姓睡大街，能让老百姓去住天价酒店自己掏钱？这局长们都急了呀，反复强调住宿是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但这帮造谣的人多坏啊！他们不仅造住宿的谣，还造物资的谣、义工的谣、捐款的谣。哎，你们想想，那些灾民刚刚经历了生死，这家里面的房子烧了，亲人可能还在名单上没确认，这神经本来都是绷得紧紧的，那脆弱的跟张纸似的。这个时候你告诉他啊，没地儿住，得花钱呀，捐款也被吞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杀人诛心呀！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啊！这些谣言搞得救援的士气都受影响啊！这政府的大佬们呀，一边忙着指挥救人，一边还得专门开新闻发布会来辟谣，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就好比这个医生啊，在手术台上救人，那旁边呢有苍蝇啊，一直在那嗡嗡嗡，还往伤口上撒盐，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咱们再聊聊现场的实际情况啊，我也看到有受灾的住户出来说话了，人家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人家说政府和社会的支援很足，感谢好心人。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大问题，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信息太多太乱了。大伙可能不知道，在大埔红福院，它是个什么社区？它属于那种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社区，老人比较多。
那咱家也有老人，你想想啊，你让这个70、80岁的老大爷老太太拿个智能手机去刷推特，去刷脸书，去上官网去查怎么领钱，那不扯淡吗？他们根本不会用啊。政府说发1万块钱特别援助金，这是好事儿，但是怎么领，去哪儿登记，带啥证件？昨天消息一出来，好多老人眼巴巴等了一宿，不知道咋弄。这个时候呢，那个造谣的又来了，趁机煽风点火啊，说看吧，这个政府啊就是说说而已，你们领不到的，搞得老人们人心惶惶，一肚子怨气啊。那这一块呢，咱们得实事求是的说，这政府的工作啊，确实是千头万绪啊，有点忙不过来。但是好在咱们媒体和热心人给力啊，这个时候啊，就体现出媒体的作用了。好多媒体啊是连夜整理了那个懒人包。那啥叫懒人包呢？就是一张图，告诉你啊，这个第一步干啥，第二步干啥，怎么申请灾民证，怎么确认身份，怎么拿那个救命钱，这才是人干的事啊。民情局局长也很诚恳，说条件成熟的第一时间就发明确信息。就像咱们走迷宫啊，你得给个地图啊，哪怕是个简易的地图，老百姓心里才踏实，对吧？那前面说了这么多沉重的、气人的、暖心的，接下来这段我得专门点名挂一个人。这是谁呢？说名字啊，大家可能都有点恍惚，但说个电视剧啊，大家肯定都知道《烈火雄心》里面的那个消防员主角王喜。之前我也专门聊过这个家伙，想当年在这个电视剧里啊，那也是一身正气的荧幕英雄啊。但是现在呢，这就叫戏子无情，戏如人生全靠演。这个王喜啊，这个私底下是个什么货色？早在2016年啊，这个黄安就爆料过，这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乱港分子，是个激进的黄丝，一边在这个大陆捞金，一边在香港辱国。社交平台上全是那种分裂国家的烂话。今年1月份呢，他自己爆料说肾衰竭，差点要终身洗肾。那后来呢，又跑到台湾去，哭诉说被这个男的给侵犯了。那个戏啊，是一出接一出啊，为了流量，那是脸都不要了。那这回大埔发生了这么大的火灾，死了这么多人。作为曾经演过消防员的人，你哪怕是装，你也得装个悲天悯人吧。他不啊，他觉得他的机会又来了。他在社交平台上发些什么混账话呢？我念给大家伙听听啊，大家伙品品，这还是人话吗？他说这场灾难啊，证明没有任何现存的灭火技术有用，云梯到不了40米。他还说灾难后遗症，40米以下的业主可以大胆加租了，利益申报，我会这么干。他还阴阳怪气的问啊，2000个灾民临时住哪个5星酒店啊？听听啊，听听啊，这是人话吗？128条人命尸骨未寒，他在那儿研究可以加租了，他在那儿嘲讽消防员装备不行，这网友们都炸了呀，直接骂他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有这个网友留言说，火还没灭呢，你就说这种风凉话，你演过消防员，你对生命就是这个态度啊。这个王小真是把丑恶2个字写在了脸上。在灾难面前，他没有同情，没有悲悯，就想着怎么蹭热度，怎么恶心人，怎么刷存在感。这种人啊，以前是荧幕英雄，现在就是个跳梁小丑，甚至可以说是垃圾。王喜之流啊，在灾难面前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和悲悯，反而借机兴风作浪，将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但是啊，朋友们，那如果说王喜是个过气艺人，想红想疯了，那我们还能理解为小丑作怪。可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啊，那是真正的让我没想到，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甄子丹的老婆，豪门阔太啊，王诗诗。就在全香港举港同悲，大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时候，这位阔太掉链子了。大伙儿都知道，甄子丹演的那是叶问，是民族英雄的形象，那叫一个正气凛然。但是俗话说得好，娶妻不贤毁3代啊。就在11月28号，咱们这边呢正在为鸿福苑这几十上百条逝去的生命默哀，这心里头难受的不行的时候啊，这位汪女士啊开始在网上作妖了。她发了一条动态，拍了一张火灾现场的浓烟滚滚的照片。这本来没什么呀，你哀悼一下也行啊。但是她在照片底下写了一大串英文，她可能觉得咱们老百姓看不懂洋文，就能随便说话了呀。可惜哦，现在的网友啊，那是卧虎藏龙啊，分分钟就给你翻译出来了。那这一翻译不要紧哦，我是看的目瞪口呆啊。他在那个英文配文里说了啥呢？他把这个火灾蔓延的原因归结为来自中国的不符合标准的易燃网和窗户上的泡沫密封剂，而且啊，他还特意加了一句，说这跟竹棚没关系，不要怪竹子。朋友们，咱们来品品这话里的味儿啊。第一，官方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呢，这专家还在那儿分析呢，抓了这么多人还在审呢，
您这位阔太啥时候成为火灾调查专家了？张嘴就来。这第二，他还特意要帮竹子洗地，反而一口咬定是来自于中国的易燃网。那这词儿用的from China。我就纳闷了，王女士啊，这在您眼里啊，香港是被排斥在外了吗？这香港不是中国的吗？这大灾大难面前，你不去指责由于管理不善，不去关心受灾百姓，反而第一时间把这个锅往内地制造商甩，往这个祖国身上泼脏水，这个言论一出来啊，那简直就是往咱们同胞伤口上撒盐呀，甚至是在挑拨离间。这哪里是哀悼啊，这分明就是个白眼狼行为啊！那后来呢？眼看着事情闹大了，这网上的骂声一片儿。这位汪女士啊，反应倒是挺快的，毕竟也是混娱乐圈边缘的呀。她火速把网上那个动态给删了，然后呢，转头跑回到咱们国内的社交平台上道歉认错。哎呦喂，这操作我都看笑了啊！在外网放毒，在内网道歉，你这是给谁看呢？你在外网抹黑了咱们，让这个老外看着觉得哦，原来是大陆的东西不好，然后你在国内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不就是纯纯的两面派吗？那虽然他的道歉态度呢是看着挺诚恳的，说自己是一时心急，但是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呀，这评论区直接沦陷，大家伙都在问啊，为什么不能在哪里犯错就在哪里道歉？为什么要搞内外有别？那作为半个公众人物啊，享受着国内市场的红利，这老公演着爱国英雄，自己在关键时刻却在那儿信口开河污蔑祖国。王女士这次的教训啊，我觉得她得记一辈子。名声这个东西啊，毁起来容易，建起来难。及时道歉呢，是能平息一时的舆论，但是大家心里面这根刺儿啊，怕是一时半会儿拔不掉了。说了这么多，从这个造谣的无良号到跳梁小手王喜，再到这位口无遮拦的汪阔太，咱们能看到，在一场大灾难面前啊，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人，才更显出咱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特区政府啊、咱们救援人员的珍贵和伟大。咱们骂归骂，气归气啊。最后啊，咱们还是得听听明白人怎么说。邓局长在见面会上最后讲的那段话，我觉得特别提气。他说，政府留意到了这些假消息，有人质疑没有住宿，有人质疑消防设备，这都是假的，是有心人在散播，想分化我们的社会。这局长说了，希望我们能团结一致，不能给那些想要搞乱香港的人空间。那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各位，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场大火。火灾烧毁的是房子，带走的是生命，这是巨大的悲剧。但如果我们因为这些谣言，因为像王喜这样的小丑而搞得人心惶惶，互相猜忌，那才是最大的悲剧，那才是中了他们的奸计。现在的香港，现在的大部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风凉话，不是阴谋论，是大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的，咱们不信谣，不传谣，给救援腾出清朗的空间。这是一种贡献啊！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咱们希望呢，128位遇难者一路走好，希望还没有找到遗体的尽快被发现，给家属一个交代。也希望那些受灾的街坊邻居啊，能拿着政府的援助，靠着社会的关爱，早点挺过这个难关，重建家园。咱们香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这一次啊，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坏人看笑话。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那边的最新消息啊，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哦。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